大家好 ，PayPal 是全球最受欢迎的网上付款工具之一。有海外网购习惯的人，通常都会备有一个 PayPal 账户，只需连接银行卡就能畅通无阻的海淘购物。除了付款给网上商家，你还可以用 PayPal 进行本地转账或海外汇款给亲友，非常方便。你可以透过 PayPal 向全球200多个国家地区发送25种货币的付款，主要有2类的付款：网上购物付款，例如购买货品或服务可享有 PayPal 购物保障，转账给亲友不涉及商业交易成分，那么就不能享用 PayPal 购物保障了。现在呢，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PayPal 的使用方法。首先呢，如果说你是中国居民的话，我不建议你去注册美国的 PayPal。如果说你有美国银行卡或者说 SSN 或者 ITIN 号的话，那你可以注册，不然的话你会注册遇到很多麻烦。那么我们现在打开的是中国的费用中心啊。首先的话，它这边有人民币结算费之类的啊，这些的话是跟商家有关的。如果说你是买家的话，就是你注册账户去付款的话，那其实很简单，你注册成功之后，正确填写你的拼音姓名，然后绑定银行卡，那么你就可以付款了。那你付款的，你作为付款方，你是不会被收取任何费用的啊。首先的话，这边的话主要是针对一些商家来说的话，比如说这个商家是您请求您在PayPal 海外账户内持有资金以人民币结算至 PayPal 中国账户，关联自己的银行卡账户啊。那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有些人的话，他可能有 PayPal 香港账户、PayPal 美国账户，那么持有资金的话，他要结算到中国账户，这道银行卡是吧？要结算的话，他这个费率封顶的话是 0.5%啊，可能一般来说的话 1%。那说实话，这个还挺贵的，而且他还要付税费啊，可能您还需要支付该税款啊。当然，这个是适用跨境收款宝啊，做跨境电商用的。那么如果说还有一种情况，比如说我注册了 PayPal 中国的卖家账户，这个账户是拿来收款的，里面有待结算资金啊，然后我要把这个里面余额以人民币结算到我的银行卡上去，那么也是要收款的 0.5% 也是一样的啊，那么也是需要付该税款增值税 6% 啊。好，关于货币兑换费用啊，这个货币兑换费用是比较贵的啊，比如说那个将美元港币兑换人民币啊，目前的话它是有优惠啊，限时费率优惠啊，正常的话啊，它这个要 0.2% 是吧？那如果将其他货币兑换为人民币的话，那就更贵了。比如说我之前有说过新台币啊，新台币的话要 2.5% 啊，你看啊，这个很贵啊。下面的说明其实跟上面说明是一样的。好，我们看一下这个银行信用卡费用啊，他说您的银行信用卡或借记卡公司可能会向您收取使用 PayPal China 贝宝中国服务支付或接收资金的费用。什么意思呢？就可能说你提现的时候呢，银行会问你收笔钱，你支付的时候收笔钱。其实一般来说的话，我遇到情况就是不会收的啊，不会收的，除非你遇到 DCC， 比如说你用曼斯达信用卡去付款的时候，那么货币转换的时候你要看清楚啊。最好的话就是你付美元你就银行卡付美元，不要通过 PayPal 转换成人民币。比如说你付$10，你就让银行扣款$10，不要转换成人民币，你就让他$10出账单就行了。这样的话最省钱，也不要让PayPal 把你这$10转换成人民币啊，它跟转换的时候，可能原本的话你只要大概60多块钱就行了，结果它转换之后变成70多人民币了，那就不划算了。好，这里商业付款费用啊，收取场景，商业付款的话就是说你销售商品或服务啊支付的费用，那么这个出售商品或服务的付款啊，卖家使用这个请求付款啊，反正就是收到钱啊，卖东西啊，做商家做生意啊，那这个的费用的话是比较贵的啊，那么 4.4% 加 2%。那个 4.4% 加 2.2% 的固定费用人民币啊，那个 3.4% 啊，那么这边的话是限时费率啊，这个是到2023年的3月31日啊，然后呢，它这个费率的话，其实说实话它有一个阶梯费率啊，如果说你收的多的话可能会变化，因为你按月销售额来算的。这里是小额付款费用啊，比如说你收的钱呢比较少，比如说$5啊、$10啊，一般来说$5起收啊，那$5起收的话，它这个收的话可能会更贵了啊，那个6.0%啊，加$0.35人民币，对吧？关于退款部分，比如说我作为卖家，然后呢买我东西的人呢，他退货啊，他退货的话，那我收了钱了之后呢，这个不是扣除一部分手续费了吗？那这个时候的话，其实这个交易被取消之后呢，把钱全部退还给买家，然后呢手续费也退回去了啊，等于说这个交易没完成过啊，完成交易才会收这手续费啊，手续费的话是预扣的。好，这个是很重要的部分啊，退单费啊，什么叫退单费呢？就是说呢，如果说我卖东西卖个苹果给这个买东西的人啊，结果呢他说这个苹果不好啊，或者说有问题啊，他反正就跟我提出争议了。
提出争议之后，那我也不认账，我说卖给你时候好好的，然后你说不好，然后这样的话会产生一个争议行为啊，就是这样的话让 PayPal 介入啊，这个来评价作为判断啊，判断是谁的责任呢？那如果说是我赢了这个官司，那我就不用这个钱啊。如果说呢，如果您符合 PayPal 卖家保障而有权获得该笔付款，那么我有权获得该笔付款，是他耍我啊，那我就这笔费用就不用收了啊。如果说PayPal 判我输了啊，判我输了的话，我要把钱全部退给他，还要再付这个退单费给 PayPal 公司70元人民币，作为相当于打官司的费用。如果说你想用 PayPal 支付来进行跨境电商收款的话，或者说你做电商的话，那么一定要看看这份协议。本协议是您与贝宝支付北京有限公司签订协议的啊。这个 PayPal 中国的话，它是针对中国内地的。那如果说港澳台的话，它有不同的商标啊，它是不一样的子公司。那么出于个人目的开账户的话，必须为中国居民且年满18周岁啊。如果商业目的的开账户的话，那么您的企业必须在中国。如果说你想用香港公司来做商业目的来开设账户的话，那么您需要在香港 PayPal 开设账户。这里很重要一点，PayPal 账户所有人，无论个人还是企业，仅为中国税收记名啊，这个很重要一点。好，我们仅提供企业账户类型的 PayPal 账户啊。那么这个企业账户呢，需要你注册公司吗？没关系啊，即使企业尚未成立，个人和组织也可以通过企业账户使用 PayPal 商服务为其商品和服务收款。说实话，如果这个企业没有工商注册，说实话它也能收款啊。使用公司企业名称作为 PayPal 账户名称，因为这样的话，对方信用卡付过来这个账单上名称是有你的名称的。允许员工访问您的 PayPal 账户的某些功能，这个是可以设置权限的啊。注册符合您相应需求的 PayPal 产品，因为如果说你收款大的话，收款小的话，它有些方案的。那么关于开的账户的话啊，首先的话你要这个 KYC 啊、KYB 啊、CDD 啊、实名认证啊这的话，一般来说的话就是靠银行卡地址证明来作为这个验证。那么地址证明的话，一般来说的话就是信用卡账单啊、水电费账单啊这的。那么第三方许可的话，就是说啊，出售、出借和购买 PayPal 账户，这是不可允许的啊，这个不允许的。将您的银行账户关联到 PayPal 账户，这个的话必须要关联啊，否则的话没办法弄啊。毕竟的话，你要提现啊，或者说付款啊，这个需要，而且是关联银行卡的话，其实作为一个实名验证的一个步骤。那么注销你的 PayPal 账户的话是可以注销的啊。那么但是呢，有些情况是不能注销的，比如说你规避调查，有些资金在被冻结当中，还有的话待结算资金不足，因为有些时候呢，比如说这个钱提走了，但是呢你那个买家呢又提出争议了，这个时候呢你钱提走了，然后你不管他的话，买家赢了这个官司的话，那你这个钱会变成负数，这个时候你注销不了的，很有可能被保公司是会向你发起起诉的。好，PayPal服务啊，这边说的都比较简单啊，比如介绍人民币付款啊，将结算资金以人民币结算，就是把钱换成人民币啊，然后提现到银行卡上。那么还有一个的话就是做 KYC、KYB、CDD 之后呢，你就是有权啊，将 PayPal 所有公司所有的账户啊，所持有的 PayPal 账户的余额汇回您的 PayPal 账户，然后再回关联银行卡。比如说你有香港的、美国的 PayPal， 那么你就也可以把这个钱拿到这个 PayPal 中国来，并且提现到中国银行卡上。好，这里有很重要一条啊，代结算资金啊，很多人不知道啊，就是说呢，刚刚新注册的用户呢，他可能会代结算资金，因为怕这个新用户啊，你这个刚上来就收钱，比如说的比较大的钱啊，那么如果说你把钱提走了啊，买家收到一个东西不好的东西，那么到时候的产品与事实不符，那这样的话 PayPal 会有损失，是不是？那 PayPal 的话要给他买家保障啊，这样的话就是会损失嘛。那所以说的话，如果新买家的话，新卖家他可能会把这个钱作为押金部分啊，叫代结算资金。当买家已向您付款时，相应款项将在一定期限内作为代结算资金出现在您的 PayPal 账户中。那么很重要一点啊，您将不会从这个 PayPal 账户的代结算资金中获得任何利息和其他收入啊，没有任何利息给你的。好，一般来说的话，这个代结算资金呢，相当于押金啊，多少天到你的银行账户呢？代结算资金在不晚于买家完成支付之日后的30天内30天内到你的关联银行账户啊，还行吧，因为毕竟跨境电商的话，你这个有些时候呢寄东西的话都很慢，是吧？有些时候1个月才能到达。那么结算完成之后呢，您无需手动发起提款啊。那么它这边呢也有情况啊，比如说延迟结算啊，比如说那个一些风险的问题，那么会延迟结算。一般来说，正常来说的话，还是30天之内吧30天之内。那如果说你这个卖家在这边进行交易，
可能10笔啊、30笔啊，或者说你90天啊，这90天之内你交易都很正常，然后完成笔数呢有很多笔数了，那这个时候的话，说实话，因为应该他会这个风控会放松啊，他就说我们可以自行决定为向您的关联银行账户的结算设置限制。那么等于说它是会限制的话，它会调控的。好，这里很重要一个信息，比如说买家保障计划对卖家的影响啊，比如说你卖的东西呢与描述显著不符啊，且您销售假货的情况下啊，你不仅要全额退款，并且可能不会收到退回的物品，而且你还需要进行赔偿，并且呢支付全部货款及原始运费啊，那么等于说赔了货啊，还赔运费啊，还赔了这个赔给配保公司啊，还要退单费啊，所以说呢，这个大家如果销售东西的时候一定要注意。好，这里有说明啊，如果说这个买家他说物品未收到啊，东西没收到，那么你怎么办呢？比如说你是无形商品啊，无形商品的话，相当于软件之类的东西啊，那么卡密软件的话都属于无形商品，这个时候呢，你需要提供无形商品的发货证明或盛达证明啊。一般来说的话这个无形商品的话还好弄一点啊。如果说但是这个付款金额比较大的话，大于750美元等值金额的话，需要进行签名确认啊，等于说2次确认啊。那如果说你是有形商品，比如说卖双鞋子啊，那这样的话，这个的话你就提供物流证明就行了。特别是物流这边有单号啊，而且必须要以送达状态啊，否则的话，您的卖家保障补偿申请可能会遭到拒绝。什么意思呢？如果说你这个物流没证明，没有显示已送达状态的话，那你就这个可能就被买家赢了。当然有一些商品啊是不符合条件的物品和交易啊，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基本上都是判你输的。如果说你卖房子卖车啊，什么工业机械啊，那么现金代金卡预付卡这种储值项目啊，比如说礼品卡这类的也是算啊，那黄金之类的这些的话，你卖东西的话，买家是随时可以把撤销付款的，你根本就没有办法去赢得官司的啊，所以说千万不要卖这些东西。说实话，这东西对你来说是非常不利的。还有的话就是您亲自交付的实物或有形物品，比如说他问你买个鞋子，然后你自己亲自当面交易啊，那这样的话，其实说实话你也是比较吃亏的。好，什么情况下你的账户会被冻结呢？啊，基本上的话，前面这些东西跟大部分人都没关系啊，主要是这个销售假冒商品这种情况还是挺多的啊。还有就是说，允许您的配保账户中的待结算资金为负，里面是负数了，那你要被冻结了。还有就是买家的投诉啊，买家请求撤销啊，反正就是你卖的东西啊，10样东西有3样东西10笔交易3笔交易啊都是有问题的，那你这样的话也会被冻结。还有就是使用配保服务啊，测试信用卡行为，这种有可能是盗刷的啊，尝试盗刷啊，测试卡是里面活。比如说还有一个是您的配保账户或业务导致配保收到过多，以对所藏人有利的方式解决和关闭补偿申请。什么意思？就是说买家提出争议，然后大部分时候你都输的啊，那么这个时候的话，你也这个PayPal的话基本上也会被冻结啊，停止交易。他觉得你经常的有问题，那么这样的情况的话，他就把你账户关闭掉了。之前我说的那个待结算资金啊，就是叫准备金啊，它是会根据一些因素会变化，比如说时间变化如何变化，包括营业多长时间，退单可能性多高啊，企业个人信用记录，交付时限啊，这个退单的次数是否高于平均水平，对吧？这样的话就是这样子啊。它这边还有滚动准备金啊，基本上现在每一个新注册的用户都会滚动准备金的，这个大家可以看一下。那么最后一点的话，我讲一下啊，最后一个就是保证金的问题。保证金的话，它以前是没有的啊。如果说PayPal全权决定认为必要或可取，你应当向PayPal支付一笔资金啊。这个资金的话，主要是因为呢，他怕你欠买家，就是你把钱提走了啊，他这个怕损失，那么就你要付一笔保证金啊。保证金的话，你需要接到通知之后啊，接到通知之后呢，30天之内通过进一步缴纳保证金补足差额。如果说你没做到这点的话PayPal就把你的服务给终止了。这个保证金呢，有点类似于淘宝那个押金啊，开店的话不是1000人民币嘛啊，这个有点像那个东西。那么如果说你注销PayPal账户后1年啊，但是1年之后呢，如果说没有发生或者什么争议啊，买家什么有赔偿行为的话，那这个钱会退给你啊。好，今天的关于PayPal的话就说到这里了啊。